这单是这里，这一把 VFC 的枪的价钱，中段一把 VFC 手枪，里面的钢件这是全 AM 的嘛，全都是钢。你从你的枪袋一拿出来，每一个人第一定是看你这是全场最靓仔。新农场企业、祥腾企业高价收购你的纸。本频道由 Rhino 现代战场场地提供。美发多暴击 ，BD 暴击 ，BB 弹啊，好想破千赞啊！顺手按个赞，让你人生变灿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的生存游戏玩家，我叫 Ken， 或者叫我柴吉英也可以。今天的话，我要介绍的是海卡帕。我想不到差不多10集都没人介绍过手枪。那今天的话呢，这把手枪我先从它的背景设定啊、零件的部分、外观的部分、里面 setting 的部分，还有关于价钱跟推荐方面去介绍的。先从背景方面先去介绍一下吧。这一把的外观是大家也看到，这满满的无限的符号，还有 SB Infinity， 可以说是2011里面的劳斯莱斯或者是兰博基尼的那种级别的超跑。这是 SBI Infinity 公司出的手枪，以里面最贵的系列，这是 Open IPSCI 开放仓组的 Open 枪。为什么它这么贵呢？就是它在美国那边，你要先从它的网站那边下单，打电话给他，他就会给你一份单子，就是给你填你想要什么，什么颜色、什么零件、什么缓射、什么强度，你还要加什么零件上去，什么刻字啊什么的，他都可以帮你完全制定。他收到你的订单了之后呢，他会从零开始人工把那些粗杯的钢零件一个一个人手慢慢去调，慢慢去组装这样的手枪去给你们。这就是他们屌的地方，因为他们每一把都是人工手工做出来的，所以它的每一个零件都是严丝合缝，所以才会就是说跟兰博基尼那种超跑一样，它的贵就贵在这个地方。我这一把就是复刻了他们的外形，全把枪都是 Airsoft Masterpiece， 香港的一个专门做海卡帕零件的公司自己组一把手枪出来。先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喜欢 Infinity 的，我自己家里起码10多把都是仿 Infinity 的手枪，包括我的这个 T 恤也是从真铁德州那边运过来的 T 恤。应该在差不多10年前，香港、台湾也蛮热门的一个游戏，就是绝对武力 Online， 就是 CSO。那个时候3次模式出了之后呢，有一把手枪就是非常经典，到现在很多人在用的是金节枪机，这是金红啊，人称这些金红，那两把手枪真的很帅。那个时候没有财力去还原它，到现在也还原不了，因为它设定太刻画的模型枪是很难复刻出来的。我虽然很喜欢，但是现在市面上实在是没有流传的海卡帕可以弄到这样子的，所以我转了一个方向，就是把大部分 Infinity 的套件都收藏起来。这个就是我第一个收藏的，也是我现在比赛的好搭档，就是这一套黑金钻石型的 IMM Infinity Open 了。现在先说一下它的外观，它的外观呢，从这里开始就是有一个可以标志性的，就是钻石型的 logo。它是00几年的那个时候会比较热门的一个款式，在真铁那边，就是全部都是有一个钻石形状，包括这个进桥也是，这全都是钻石纹。这个击推器上面的这些也是钻石纹，包括这个螺丝也是切成钻石的形状。Open 的外观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击推器的，或者是这个大的镜子，因为 IPSC 里面是改什么都可以的。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多大的镜子就放多大，就是如果是90几年的话，那个 IPSC 的镜子是差不多是用 M2 那个 size 点镜，就超级大、超级重。但是水多姿的那个优点也很好，就是它的上眼速度会很快。就是如果你要看枪王那个电影，张国荣也说的这个上眼的速度会影响到。所以呢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这么喜欢 CMO 啊？就是它因为它是塑胶的，所以它轻得来，它的范围也很大，所以很好上眼，真的很好用。但是现在真铁也是比较流行这种 SRO 这种比较大一点的小镜这样子，相比起来这个有点太臃肿。但是我们这些比较老派的会比较喜欢这种老 CMO。之后说一下就是握把我没有去改铝的，其实我家里也有，我几把是铝的，但是我这把没有用铝的。为什么？我觉得铝的那个质感比较奇怪，它握起来有点硬高的，就没有这么舒服。但是塑胶的它就很难形容，但是我就是觉得塑胶的会比较好，而且便宜。还有一点就是塑胶的话，我是用烤的光面的塑胶握把，就要去找师傅用雷雕空了一些 Infinity 的字样在这里，再从下面去垫的一些金色的有饰子垫在下面，就能做到这个效果，就很漂亮，但是也不贵，很便宜，就大概200-300块港币而已，就大概差不多800多块吧台币，很便宜。这是弄成这样，手指靠 Open 上面的话，有时候会看到这个东西，让你的手指靠在上面的。因为平常你握枪，右手五指会靠在这里，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手指靠，你会这样子，有时候你会不知道想要弄的。如果你要这个五指靠的话，也要很贴合的放在这里，你这握这个枪的时候就很稳，基本上没什么后坐力这样子。其实这个不单纯是一个外观件，还并且是实用性的，而且也不贵，就大概400多台币，真的蛮推荐这样子改的。保险这一套是 AM 的全套，就是都是 AM 钢的，所以那个质感非常好，它那个亚镜色真的做得很好，跟那些成枪的那些金色喷漆的完全不能比，完全是另一个维度，比都不能比。还有这个钢锤，你会看到这是镂空 SB 形状，跟其他钢锤的性能是一样，但是有 SB 就是帅，整把枪就是无限 logo， 能放 logo 的地方都放爆放满，我都放爆了。我有另外一把是10几个 Infinity logo 在上面的，真铁也有这个款式，那个是题外话。说一下，就是在玩具上面改这个滑套有什么用呢？其实没什么用。完全是自嗨自己爽而已。其实改了这个滑套比马牌原装的那个更重差不多1倍，所以完全没有意义。
但是看着爽。还有就是击碎器那边多了一个地方去掩盖那个拉长的内管，这几个用途而已，所以从性能上是完全不需要买这个东西。但是我就说，那说一下价钱比较，很现实，这个滑套不含里面的东西哦，这只是这个滑套跟这个外管，这单是这里这一把 VFC 的枪的价钱，中段一把 VFC 手枪里面的钢件，这是全 AM 的嘛，全都是钢，内用度无需质疑，用到你的孩子出来还能用，根本打不坏，不可能打坏。所以费力好像我的枪位的那些前辈一样，每天都练枪，每天练个4-5千发，那这另外算。但是正常我这种程度的话是不可能弄得坏的，所以放心用。里面这是用 AM 的铜做的那个内用性会比马牌的跟其他铝的耐用很多，因为它的铜的那个金属的特性，它是延展性比较高，所以它比较不会这么容易给撞坏。顺便提一下，就是千万别买钢的，吃药的话买铝的，之后才买亚元，这是把亚元合金，最后才买钢的，钢的又贵又不好用，最好就是铜的，铜是但是现在铜的做没人做 TTC， 如果有的话是最好，但是其实也够用。里面是用 Lalex 的6.00内管，胶皮的话我是用 Lalex 的直胶，就是全套都是用 Lalex 的。6.00有什么好处？火力会比较大，精准度会很高，但是射程会低了一点。就算它1.6 Bauer 也只能打30米以内，因为它那个太幼了，6.00太幼了，所以它没有那个气垫去把它吹得更远。不过本来它比赛嘛，比赛那个靶子最远的只有10多米，所以这个缺点不存在。但是我在靶场里面我试过，就是30米我打5颗弹以内可以打到5元硬币的，这个准度真的很高，用钱堆出来的嘛。可以讲一下就是设定的部分。正常来讲，很多人都是为了火力大了一点之后，所以把那个击锤式的弹簧弄得比较大力，加硬的弹簧之后，它的力度变大嘛，就打的气会比较多。但是比赛的话，我们反而会调轻它，我们只用90%、80%的弹簧，想要它打得越柔一点，因为它那个柔和一点的话呢，它的后座喷后的气体的力度就会变小，变弱了一点。我这一把是120%的弹簧，所以它的那个速度会很快。那这样子设定的话，那又可以兼顾后坐力变小了，而且又可以变快，这个对我来讲才是比较重的一个点。只是有时候会去比赛，但是我自己是偏收藏的，因为打的话我不会打这么重的枪去打的。比赛的话还行，因为比赛我也打不过仓位那些前辈嘛，所以自嗨比较多。但是下场就不一样。这一把枪的话，不算这个红点，大概1万多块港币，4万多5万，因为全都是 AM 嘛。刚才说的那个价钱其实大概也算得出来，这还没算里面的这些金色的小零件，这个螺丝都400台币，这些钢的保险算下来也差不多1万多台币，所以这样子堆起来，那个性能一定是嘎嘎好，但是也很贵，超级贵，根本不是新手应该要花的钱。但是为什么要组呢？爽啊，超爽！你从你的枪带一拿出来，每一个人就一定是看你这是全场最靓仔，每一个人就一定会跟你说，哇，这来看看，哇，好帅，做了多少钱？1万多港币啊，高吃这样子。如果你要想装逼的话，强力推荐。但是我很少拿它沙场，我会心疼。沙场的话，我是用这一把低调很多，而且3D 打印的。这把枪组完之后，包括红点这些，比刚才这一把才1/3的价钱，但是性能上这个还更强，打印更轻，后坐力啊、附近速度啊，都比刚才那个强很多。用原厂嗨卡帕去改出来，里面的火控或者是飞机座啊，全都是原装的。我只是换了外观还有内管而已。内管我这一把是用独角兽，因为沙场嘛，也不用太好的东西。我不是说独角兽不好，只是说价钱方面，因为 Lalex 个管子差不多可以买2条独角兽，它那个皮我是用买管子敷的那个60度的皮，完全够用。这一把我组了3年，完全没问题。我为什么要特别去组这一把3D 打印的呢？所以刚刚说的就是我不想用去全金属的去沙场，我也心疼它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这是日本那个 YouTuber Mark Sakai，就是你经常会从 YouTube 的气枪频道会看到他，就是去介绍很多新出的枪这样子。他其实也是一个真铁的选手，他的 Steel Challenger 以前是拿过世界第1的。只有在他日后去打比赛了之后，他就是从拿一把 M2I Custom 出的这一把 Open， 或者是想复刻它，但是市面上没有这个滑套，所以我就找师傅去定做了这个滑套，去还原它，还原的那个90%吧。最贵反而是这个金条真铁，差不多8000多台币，超贵，加拿大过来的，终端也是 AM， 握把是5KU， 这个是考，其他的这些全部都是马瑞的，所以这一把很便宜，因为它的飞机座外挂全都是3D 打印，所以这一把超级轻，轻到在下场的时候根本是外挂，因为我们香港基本上都是禁止 HPA 啊那些 SQB 那些另外算，那这样的话，这把枪就是最极限，能下场最快，备弹率又高，因为我是拿50单场的弹夹，气化又好，又快又轻便，外挂武器有多快？经常沙场都是直接拿这一把手枪，就是下班的时候去打生存这样子，都轻嘛，而且上班也不用拿这么多东西，很方便。总结一下这把枪今天的主角，这是每一个部分都去打分的话，外观上它一定是100分，最漂亮的。但是你说你推不推荐买它，我完全不推荐，它太贵了，因为它的花钱的部分跟性能完全没有关系。我会比较建议，就是新手如果想要去玩嗨卡帕的话，还是从原装马牌开始玩。你改那个飞机座啦、飞机内管皮，其他都不用动，就已经有大概我这一把的90%的性能
人，这里最贵全都是外观改了。刚才我说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呢，你的射程已经跟这把一样屌，还有更屌，因为你那个滑套是塑胶的，你一定比它快，而且稳定，后坐力也更低啊。还有红点，这个红点建议的话，如果是想要打嗨卡帕比赛，别再用那些不用转动的那些轻枪，那些都是垃圾。转动一定是比不转动的好，你不要什么心疼什么的，你转下去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勇敢的转下去吧，找师傅做啊，自己家里很难做的，那个稳定性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会摇动，而且基本上你这样子转下去，加了这个精巧，加了红点之后，其他人一看都觉得哦，你是打比赛，一眼都看得出来，标志性很高 ，CP 相高，加了之后又帅又实用，为什么不加呢？又不贵。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自己拿电钻自己转下去，很简单的。有关于新手的话呢，我会觉得很奇怪，台湾那边就是他们觉得马牌的就是很贵又不好用不内用这样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在这里。那个滑套虽然它是塑胶的，但是其实它的内用性很够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那个滑套想着就是打坏就换，这打了差不多5年了都还没坏，反而是内建的那些火控组把它挖坏了，也只是普通打10 kg 的瓦斯而已，真的不用太去担心说不内用，你打坏了再说嘛。不先管香港有 AM 有 Nova 跟 Speedpro Pro Handgun， 台湾也有景星是最便宜，还有 Dota-Back 的，不用怕没有零件去修理这样子，只是慢慢一步一步打怪升级一样。我见过太多新手，就是买牌之后连试枪都没试过，就直接改了一大堆东西，之后改出来比原装的性能更垃圾，还花了一堆冤枉钱，没必要。那所以呢，我建议新手先买一把原装马牌，买了嗨卡帕3个弹夹，直接去沙场打，哪里坏了就换哪里。之后你一定会知道怎么改比较好，因为你下场过了，你要知道你真正的需求是哪里，你不会麻木的就是从外观上面改了一堆没用的东西。你真打坏了再说这么说，除非你跟我唱位的那些前辈一样，就是每天练个4000发5000发，半年以内其实基本上是打不坏。他那个塑胶的那个内用度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不堪的。香港有些比赛的选手，他直接就是从马牌那边自己改，因为他觉得根本不需要。他原装的最那个痛点就是那个飞机座太重而已，你只要换 AM 的，或者是只是随便一个铝的，或者是打印的飞机座换上去，这已经跟我3D 打印的 Open 性能差不多，就这么简单。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是，你打着还没坏，这已经心痒痒说啊，我要改外观，我要改成怎么改，这改着就改了一个7美拉出来，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个情况。但如果你忍得下手，一步一步真正的全套都是用同一个牌子的，就是你台湾的话，全都是 Dota-Back 的，或者是全部都是用 AM 的，全都是 Nova 的，这样的话，问题其实真的没有你们想的这么贵，内用度基本上你改完了之后，传给你儿子都没问题的，真的超不坏的。我有很多前辈的那些枪都用了差不多10年以上，不会坏的，真的。所以买马牌，嗨卡帕 yes， 嗨卡帕永远得胜，其他的枪不需要。我自己的 MWS 也是家里放着供着而已，完全没用的，就是下场一把嗨卡帕打3个弹夹就下场就 OK。当然今天就这样，第一次录片，所以也蛮紧张，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现在也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只是把自己最本心的想法说出来。那先谢谢目标机枪人这个系列，我觉得真的很有趣。我这个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，我要上这个说一下关于嗨卡帕的想法这样子。谢谢给这个机会了。我觉得华人圈里面能做机枪频道的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很敬重他。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一下，所以一定要 like and share 这段影片，还有跟踪目标机枪人的 IG 跟 Facebook， 把这个 like and share 的按钮狠狠的拍下去。如果也想要一样参加这个系列的话，就从 FBA 或者 IG 上面去找他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心的大爷们啊，都来我这个小频道呀，不懂内也点个赞啊！小频道这有点不内，你要不要？